對於世界上嘅靈氣學習者，臼井奧南祖師嘅故事一定好引人入勝。而喺日本國內靈氣療法嘅三大聖地，就有誕生之地嘅岐阜縣菊合村、修行之地京都鞍馬山、永眠之地東京西方寺。今次我個旅程就係想試下尋找臼井祖師嘅足跡，去晒呢三個地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頻道啊！我叫陳先生，學習臼井靈氣呢，由2017年左右開始啦。咁曾經跟隨過唔同嘅老師。咁首先我要喺度多謝咗張仁傑博士先，因為有張仁傑博士呢，呢個旅程呢先至可以成立嘅。多謝你嘅贊助。咁即係前後後大小小跟過唔同嘅老師學咗臼井靈氣，咁亦都知道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系統。去到2023年至2023年至到2024年間，咁張仁傑博士呢就話咗俾我聽現代靈氣法。咁我而家拍攝嘅我呢，就係學到神秘傳，咁翻到去嘅時候就應該係極意階傳嘅啦。我會覺得因為學習現代靈氣法嘅時候呢，衍生咗好多關於臼井祖師嘅歷史同埋背景，令到我不期自然呢會好想嚟日本去親身睇下同埋感受一下，究竟呢一度嘅地方點解會出現咗臼井祖師呢一類型嘅人物呢？同埋又或者佢點解會修行嗰度嗰個鞍馬寺啦，個靈氣點有幾大靈氣呢？等等，我都會係想一去拍攝俾大家睇。同埋盡量去解釋少少啦，因為有一啲資訊呢，除咗喺網上面揾之外呢，就要問翻張仁傑博士啊，又或者再問翻其他人呢，可能我先會得到更加多嘅資訊去講解俾大家聽嘅。咁首先真係好多謝大家收睇先。學習臼井靈氣嘅朋友一定會認識臼井奧南祖師，而呢度就係臼井祖師嘅出生地岐阜縣山縣市菊合。據說臼井祖師細個嘅時候就好中意喺呢個天鷹神社度玩，到佢10幾歲之後就離開咗家鄉。天鷹神社本身就好受當地人嘅喜愛，近年更加以靈氣之父臼井奧南出生地嘅神社而命名。臼井祖師喺1865年出世，其實佢離開家鄉之後係有翻過嚟嘅。翻到家鄉嘅臼井祖師仲捐贈咗一座用天然石材建造嘅鳥居。之後先再離開去遊歷日本各地，喺神社鳥居上仲刻咗臼井祖師嘅名喺上面。喺2018年，現代靈氣法代表土居裕老師發起喺神社內樹立紀念出世嘅石碑，石碑材料係取用鞍馬山嘅鞍馬石製造，下面仲有一塊據說可以接收大地能量嘅治癒能量石。而天鷹神社嘅主祭神係高皇產靈神，意思係生產同生成，自古以嚟皇室祭祀中被感謝嘅豐收之神。嗱，當我到拍攝天鷹神社同埋介紹天鷹神社嘅時候呢，咁我發覺天鷹神社隔離個事務所呢就有好多人喎，跟住佢哋呢就招手啦，同我傾下偈啦。當然呢，就語言不通嘅，我哋只不過用翻個機去溝通嘅啫。咁佢就好好咁樣啦，邀請咗我上去樓上做一個儀式。而呢個儀式呢，就係天鷹神社嘅日比野先生去幫我哋進行嘅。咁呢一個係我覺得係一件好奇特嘅事啦，或者係天意啦，或者係任何嘢都好啦。總之我就覺得成件事係好奇幻嘅。咁呢，我見到呢度呢有好多關於靈氣上面嘅嘢啦，係啦，因為佢呢度係靈氣嘅故鄉，所以佢呢度有好多御守呢，其實係同靈氣嘅故鄉係有關係嘅。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呢嚟到日本嘅時候呢，記得嚟天鷹神社參拜一下啦，可能會有啲意想不到嘅事情發生嘅。其實呢，喺我拍攝呢一集啦，就係臼井奧南祖師嘅出生地、修行地同埋安眠地呢一集嘅時候呢，發生咗一啲小插曲嘅，係乜嘢呢？就係我去天鷹神社嘅時候呢，喺岐阜縣啦，天鷹神社附近呢，就揾咗一間民宿度住啦。咁呢，喺呢間民宿嘅時候呢，咁接待我嘅一位
姨姨啦。咁呢位姨姨其實好好人嘅，咁啊大家有傾有講啦。但係當然啦，都係用翻譯機啦。咁喺傾偈嘅時候呢，我就會好奇問佢啦：喂，祈浮縣呢係咪個個都係姓臼井㗎？佢話係啊，甚至乎佢講咗話俾我聽，佢係會嗱，如果翻譯機冇錯嘅話，佢係姓田中嘅，而田中呢係嚟自京都嘅咁樣。咁喺呢啲翻查傾偈嘅時候，翻查到一啲歷史，我覺得幾得意啊，因為我學到好多嘢。跟住之後呢，佢突然之間問我：喂，你係咪因為臼井靈氣而嚟㗎？咁我就好愕然啦。咁啊係啊，你又知嘅？佢話係啊，因為臼井靈氣，即係日本臼井靈氣個話事人啦。佢同我講話事人呢，就嚟同佢打個招呼嘅，即係喺佢呢一度。跟住佢就話係一個女人嚟嘅。咁我就諗啦。我估計啦，純粹我估計佢係宗家嚟嘅，即係呢一度嘅宗家啦，可能啦，因為我都係聽聞翻嚟嘅啫。宗家係一個一位女性嚟嘅，咁佢又話俾我聽，因為臼井靈氣嘅關係，多咗好多外國人嚟祈浮縣，咁我覺得哇，咁都幾好啊！即係哇，臼井靈氣好似調翻轉嗱，去傳咗去西方之後，翻去日本，然後又推動到。一個日本嘅一啲旅遊業，即係好似鞍馬寺咁樣。鞍馬寺其實好多外國人嘅，你發現好多外國人嘅，但係我都幾肯定佢哋有好大部分都係為咗，都係因為臼井靈氣而去嘅。原因係咩呢？我點解會咁確定呢？係因為呢，我發現呢，佢哋呢好中意喺個廟出面呢，即係鞍馬寺出面呢嗰個位呢，喺度做attunement嘅，即係零售嘅。咁你覺得喂，因為佢哋有陣時啲動作比較誇張呢，所以我會見到哇，係咁得意嘅。咁變咗好似推動咗旅遊業咁呢，我覺得成件事係好犀利嘅，好犀利嘅。所以我就覺得呢一個小插曲喺我呢一個旅程嚟講呢，係好深感受㗎。咁啊，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大家嚟日本旅行，冇目標嘅，咁啊唔好淨係留喺東京啊或者大阪度 shopping 啊食嘢啊，就唔好啦。咁我可以嘗試揾一個重心去一個旅行。就如果你係學臼井靈氣嘅，咁你咪好啊，我又嘗試下去揾下臼井祖師嘅足跡咯，咁樣。咁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㗎。咁我都希望呢，因為我而家都喺呢個民宿裏面啦，咁我就希望聽日食早餐嘅時候，可能佢都揾我傾偈㗎啦，就可以再問到多啲關於祈浮縣啊，又或者一啲事情啦。因為佢同我講話，天鷹神社個主持日比野先生係啦，應該我冇錯嘅，日比野先生。佢都係佢嘅朋友嚟嘅。咁點解係佢嘅朋友呢？因為呢個姨姨呢，喺祈浮縣呢，一間幼稚園呢，係做老師嘅，不過係以前嘅事啦。咁我就覺得哇，好得意喎，好似識咗啲唔同嘅人喎，咁樣。咁啊，希望有機會可以保持聯絡。咁啊，又好似鞍馬寺個姨姨咁，又係唔經唔覺，我哋都保持咗聯絡，都好多年，5年啦，係啦。咁我都覺得係一件幾開心嘅事嚟嘅。咁啊，所以先想同大家分享下啫。咁啊，係咁多先。多謝大家收睇。相信學習臼井靈氣嘅朋友對鞍馬山呢3個字一啲都唔會陌生，但係基於乜嘢原因臼井祖師會揀鞍馬山去做一個修行地呢？我諗我就不得而知啦。但係至得限度，我可以嘗試下講俾大家聽鞍馬寺嘅歷史。臼井祖師嘅人生經歷咗好多之後，得到咗一個結論，就係人生嘅目的就係提升靈性，達到安心立命。為咗達到呢一個目的，佢去咗京都禪修3年，但係得唔到咩結果。之後喺大正11年，即係1922年，佢抱住必死嘅覺悟，去咗鞍馬山展開咗斷食坐禪。之後身體同宇宙產生咗共鳴。喺21日後，佢感受到有種強烈嘅靈氣，之後就昏迷咗。醒咗之後就發覺體內嘅靈氣同宇宙共振共鳴。臼井祖師確實感受到，我就是宇宙，宇宙就是我。佢就求得安心立命嘅境界。
而可以嚟到鞍馬山旅遊，絕對係學習靈氣嘅人一件開心嘅事。鞍馬寺裏面有一個留低啲頭髮喺鞍馬寺嘅儀式，喺2019年我喺鞍馬寺度試過㗎啦。如果有興趣可以睇翻之前條片嘅。但係留低頭髮嘅地方其實喺鞍馬寺嘅下層，而我從張仁傑博士口中得知，臼井靈氣當中有3個符號係嚟自鞍馬寺3位神明嘅，就喺下層供奉嗰3位神明。力量符號象徵地球，係嚟自護法魔王尊；和諧符號象徵月亮，係嚟自千手觀音；超越時空符號象徵太陽，係嚟自毗沙門天。講多少少鞍馬山嘅歷史。鞍馬山最有名嘅就梗係天狗出沒嘅傳說啦，喺動畫《鬼滅之刃》都有出現過。但喺歷史上面，日本知名鐮倉戰神源義經喺幼年曾經嚟過鞍馬寺出家。據說源義經曾經喺度受過天狗教導劍術同埋輕功。當然啦，呢個係一個傳說。喺臼井祖師嘅故事裏面，曾經佢喺鞍馬山上面21日打坐同埋冥想，令到佢明白咗好多事情。當然啦，我真實嘅位置喺邊度呢，我就唔知道。但喺鞍馬山行去貴船神社中間呢一度叫做大杉泉現嘅地方，大家見到呢度個大自然其實真係好靚啦，個環境都好舒服。我亦都相信臼井祖師曾經有行過嚟呢一度，追隨臼井祖師足跡嘅我嚟到呢一度呢，就梗係好好感受一下啦。其實呢，今次揾翻臼井老師嘅出生地、修行地同埋永眠地，對我嚟講呢個行程呢都幾辛苦同誇張啊！講真，因為由鞍馬寺啊、祈福啊，再去到而家西方寺，咁就有時呢，成個行程裏面呢，我會諗。如果當初我冇學到呢樣嘢，究竟仲會唔會有一個咁嘅行程，或者類似咁嘅行程出現呢？我覺得未必會。有陣時我覺得命運就會係咁啊！我覺得命運真係會係咁。咁喺呢一個關於臼井靈氣嘅項目裏面呢，我覺得我都叫嚟過日本，去晒3個地方去感受一下。我覺得開心嘅，成件事好開心啊！同埋我已經唔知道自己可以講啲咩，係啦。咁呢，其實我會話俾大家聽，西方寺係有臼井老師嘅永眠嘅地方啦。但係就多句啦，我都唔建議大家嚟亂咁嚟嘅，因為據我所知呢，我喺天神社嘅時候呢，嗰度啲人已經提醒咗我，就係話喂，嚟到呢唔好亂搞啊，唔好咩做吞文啊，即係靈獸啊，又或者唔好嘈冤巴閉啊。所以我嚟嘅時候呢，都抱住一個人靜靜地去，真係去叫拜祭臼井老師啦嘅一個心態嚟到嘅。咁我亦都嚟到嘅時候都見到有人喺度拜祭緊，咁我亦都覺得非常之開心啦。同埋有嗰啲即係他鄉又唔係遇故知喎，總之係見到差唔多嘅人，好似我喺天星神社見到大家都有學 Ricky 一樣，嗰個感覺其實係開心嘅。咁今次呢一個旅程呢，我真係覺得開心嘅，亦都係人生比較獨一無二啦，叫做即係可能我知道可能有之前呢，佢哋係有旅遊巴去帶晒你去呢3個地方，但係當你自己一個要排除萬難去嘅時候呢，個感覺又另外一回事喎。咁亦都好多謝大家收睇關於呢一個臼井靈氣臼井老師嘅一個，我專登去呢3個地方拍啦，因為真係好唔容易嘅。咁我再一次多謝張仁傑博士先啦，因為佢嘅支持同贊助，令到我呢個行程更加容易去進行。咁多謝你先啦，Doctor。咁今次係咁多先啦，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再睇嘅話，就睇埋我橫跨半個日本島啦嚇。多謝大家。
哇！我哋有自己嘅 IG 啦。如果想知道拍攝時發生嘅事，或者想知道我嘅生活點滴，歡迎大家加我個 IG， 或者讚好我哋 Facebook 嘅專頁，又可以喺 Facebook 度加我做好友都得。唔該晒。